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复刻法国甜点大师的一道经典 crème brûlée à la vanille 法式香草烤布雷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香草荚1根，也可以用香草精取代；鲜奶油75克，细砂糖15克，全脂鲜奶75克，蛋黄35克，约2到3颗蛋。另外准备适量的黄砂糖来做焦糖。在小锅中加入鲜奶和鲜奶油，取出香草籽，我们这次使用1整根的香草荚，你也可以使用半根或用香草精替代。将香草籽与香草荚加入小锅中，以中小火加热，煮到小滚时关火。盖上锅盖，静置15到20分钟。称出35克的蛋黄，加入糖，充分搅匀，不需打发。
把鲜奶油混合液塞入打发盆，轻轻搅匀。如果表面有很多泡沫，可以拿汤匙捞除。我们今天使用2个浅盘的烤钟，直径为12公分，深2公分。烤箱预热100度 C， 烘烤45到50分钟，不需要水浴。出炉后完全放凉，再送进冰箱冷藏过夜或最少4个小时。在表面均匀撒上1层黄砂糖，把边缘清干净。再重复一次撒糖的程序。法式烤布雷是一款非常经典、做法又很简单的甜点。很多人以为法式布雷跟焦糖布丁是同样的东西，那毕竟它们的做法很类似，材料也大同小异，但是口感跟质地呢却截然不同哦。布丁吃起来的质地呢是比较光滑软嫩，而布雷呢则是绵密的膏状口感。还有就是在焦糖的处理上，两个的做法也完全不一样。布丁搭配的是液状的焦糖浆，而法式布雷则是焦糖脆片，所以在吃的时候，上面那层脆片混着细滑的膏状奶油冻，形成非常有意思的对比。
那个味道呢是浓郁滑顺又有层次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食谱是源自于著名的法国甜点大师 Philippe Conticini 的食谱。那虽然做法很简单，但是越简单的东西就越容易失败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法式布雷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是蛋黄的部分哦，蛋黄的分量一定要精准，太多吃起来会腻，那太少呢吃起来就会影响它的质地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用的是一整根完整的香草荚，那因为香草荚蛮贵的，而且有时候不好买，所以大家不妨依据自己的喜好，可以只使用半根或改用品质比较好的香草精来取代。那正因为香草荚很贵，所以使用过后呢，可以用清水洗干净，然后完全晾干，最后再跟砂糖放在一起，就可以做成香草糖了。再来是这次在焦糖上的处理，我们是撒了2次糖，那第一次炙烧到浅金黄色就可以了。那第2次撒的糖呢，要集中在中间的部位。这种双层焦糖做法会让口感变得很爽脆。那这也是大师特别提醒的小秘诀。不过要切记，撒完糖后呢，一定要清理一下边缘多余的糖，这样子比较不容易烧焦。那接着是容器的部分。一般来讲，烤布雷都是用比较浅碟的烤钟，但也可以用舒芙蕾的这种烤钟。但是用浅盘烤，焦糖脆片跟奶油冻的比例呢会比较平均，每一口都可以吃到焦糖跟奶油冻。若是用比较深的烤钟，那奶油冻的比例就会多过焦糖脆片，这样吃起来就会比较容易腻一点。那最后是烤温的部分哦，我们这次是使用100度 C 直接烤，不需要水浴。那制作法式布雷最理想的烤温是90度到100度，那尽可能不要超过100度。但是如果家里的烤箱最低温超过100度的话，那就要改用水浴的方式来烤。可以试着用140到150度 C， 然后烘烤25到35分钟。但要记得水浴的水温最好是在80度以上。然后水位呢要到达烤钟的1半高度。那要怎么判断烤熟了没有呢？只要烤到中间有一点点的晃动，那周围都凝结了，或者是整个表面都刚刚好凝结，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的，就看大家喜欢怎么样的口感咯。那布雷做好之后，最好是3天内把它吃掉。那要吃的时候呢，再来制作焦糖就可以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